各位颐养晚年频道的家人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素琴。今天带来一个暖心的好消息，2026年高龄年金新制已正式实施，65岁以上长辈每月可多领2000元，同时排付门槛大幅放宽，预计全国约32万长辈能享受到这份福利，这是您应得的权益，请务必了解清楚，不要错过。说起这个年金啊，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心里头都绕着一团问号，我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领啊？新规矩下，我到底能多拿多少钱？还有这个排付门槛松绑松了哪儿了？跟我有啥关系？大家别急，也千万别觉得复杂。今天我李素琴啊，就用咱们平时拉家常的大白话，把2026年这次高龄年金新制的来龙去脉，最核心的好处在哪儿，一条一条的给大家掰扯清楚，保证让每一位长辈都听得明明白白，算得清清楚楚，安安心心的把该属于自己的那份钱稳稳当当的领到手。在开始之前，麻烦大家动动手，在评论区打个知晓3个字，或者点个关注，这样以后我再分享这种对你有用的视频，你就不会错过了。首先得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事儿，这次说的这个高龄年金新制，它到底是管哪笔钱的？其实啊，咱们平常老挂在嘴边的高龄年金，主要就分2大块，一块是上班族退休后领的劳工保险老年年金，另一块是主要面向家庭主妇、自由职业者等国民的国民年金、老年年金。这次的新制度，这2类年金的符合条件的老人都照顾到了，特别就是盯着咱们65岁这个关键年纪，带来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待遇提升。很多长辈辛辛苦苦忙活了一辈子，退休后就指着这点年金来维持日常的基本开销，现在每个月能多出2000块，您可别觉得这数目小，日子啊就是一点一滴过出来的。这笔钱积少成多，不管是想给自己买点好的营养品补补身体，还是应付每天的买菜买米、水电煤气开销，甚至是万一有个头疼脑热需要点应急钱，它都能给咱们的生活多添一份踏实，多兜一份底，心里头啊就多一份安定。那接下来我就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头一个亮点，这每个月多出来的2000块钱到底是为什么发，又打哪儿来的呢？咱得知道，这次年金的调整可不是政府随便就给大家加钱，它是基于咱们国家整个养老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，综合考虑了现在的经济情况和高龄老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，特别为65岁以上的长辈们定下的一个专属升级包。具体来说，这2000块钱是在您原来该领的那份年金的基础上，通过2个法子给加上去的。一方面呢，是稍微提高了基础年金计算的比例，另一方面是专门新设了一个高龄关怀加发的项目，这2样一叠加，符合条件的65岁长辈每个月就能固定多收到这2000块了。这里头有个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地方，您可得记牢了，这2000块钱的加发是按月给的，从2026年新制度开始的那个月起算，也就是说过去没发的部分是不会给咱补发的。所以啊，咱们一定要尽快去确认自己是不是符合资格，可别稀里糊涂的错过了每个月都有的这份加发待遇。可能有长辈要问了，我啊老早就开始领年金了，那这2000块是不是自动就给我打过来了？答案是，只要您符合资格，就不用您再跑腿去额外申请什么手续，相关的部门会按照新标准自动给您调整该发的钱数，在下个月发年金的时候啊就能体现出来了。但是如果您是刚刚才够条件申请领年金的，那就得及时去把请领手续给办了，这样才能顺顺利利的领到包含加发部分在内的完整年金。说完了加钱，咱再唠唠的2个核心亮点，这也是这次新制度最让大家伙关注的一个大变化，排付门槛这回是真的大大放宽了。啥叫排付门槛呢？我给您打个比方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为了让年金福利这把伞能真正遮到最需要遮雨的人，所以啊，就对领年金的人的收入啦、家里财产啦，设了一个标准线，要是超过了这条线，暂时就不能享受相关的加发或者更好的基础待遇。这个线就是咱们说的排付门槛，而这次新制度最得人心的地方就在于把这根线给往下挪了，也就是放宽了能享受福利的条件，让很多以前因为收入或者财产刚好超了一点点，结果享受不到加发待遇的长辈，这次啊都能被纳入到保障的怀抱里来。那么这个门槛具体是咋放宽的呢？我给您细细说说。头一条是收入的门槛提高了。以前啊，对领年金的人每个月的其他收入，像做点零工赚的钱，
房子租出去收的租金这些有个上限规定，新制度下把这个上限额度给大幅度提高了。这意味着哪怕咱长辈为了活动筋骨、贴补家用，出去干点轻松的灵活，或者有点小小的租金收入，只要没超过这个新的更高的收入上限，就照样能享受每月2000块的加发待遇。第二条也是更贴心的一条，是财产门槛的优化。以前对名下不动产的价值、银行存款、股票这些金融资产的总和卡得比较严，新制度下不仅把这个财产总额的上限给抬高了，还对咱自己住的房子做了特别豁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是自己正在住着的这套房产，在审核财产的时候就不算在里面了。这个调整可太重要了，它让很多虽然有一套自己住的房子，但手头存款、理财可能稍微多了一点的长辈，终于也能享受到这份福利了，不用再因为有房而被拦在门外。听到这儿，可能有长辈心里会嘀咕，门槛放宽了是好，那审核起来是不是就特别麻烦、特别严啊？这个您就把心放回肚子里，完全不用担忧。相关部门在放宽门槛的同时，也把审核的流程给优化了。现在走的是宽门槛、减手续、强监管的路子。审核主要靠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，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咱们长辈额外跑腿去开一大堆证明。大部分符合条件的长辈，系统自己就能完成审核，全程不用咱们去跑窗口、递材料，真正做到了方便咱们老百姓。当然啦，要是极少数情况，数据对不上或者有点疑问，相关部门会主动联系咱们，只要咱们按照要求，如实提供一下简单的证明，很快就能通过审核，一点都不复杂。这第三个重磅好消息就是，这次新制度能惠及的人群范围特别广，足足有32万人符合资格。这个32万的数可不是随便估计的，是相关部门根据新制度的排付标准，再结合全国的年金领取数据，一笔一笔精算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全国有32万位65岁以上的长辈，会因为这次新制度的实施，生活得到改善。要么是从以前不能享受加发待遇，变成现在可以享受了，要么就是在原来领钱的基础上，每月再稳稳多出2000元。这个数字也充分说明，这次的年金新制可不是小打小闹的调整，而是一件覆盖面广、受益人多的大实事、大好事。每一个符合条件的长辈都真不应该错过。这里我得特别提醒几类容易自己都没意识到能受益的长辈。一是刚刚满65岁，正在或者正准备去办年金领取手续的，您在办理的时候一定记得多问一句，确认自己是不是符合新制度的加发条件，可别因为不了解新政策而吃亏。二是以前曾经因为收入或财产稍微超了一点点，被排除在加发范围外的长辈，这次您一定得再去查查，因为门槛一放宽，您很可能已经符合条件了。三是那些一直在领年金，但从来不太关注政策变动的长辈，也建议您让子女或者自己去查一下现在的发放标准，看看钱是不是已经按新标准调整到位了，避免出现该发的钱没发够、发全的情况。聊到这儿，我猜很多长辈和家里的子女肯定都坐不住了，最想知道的肯定是，那我或我家老人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啊？该上哪儿去查？怎么查呢？您别急，接下来我就把最实用、最直接的查询方法和办理流程一股脑儿都告诉大家。一共有4种法子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家情况选最省心的一种来用。第一种方式，也是我最推荐给长辈们用的，就是在线查询。现在手机、电脑多方便啊！大家可以通过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、政务服务 APP 或者关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找到年金查询或者老年福利这样的专区，点进去之后，一般输入咱自己的身份证号码，再设个密码，初始密码经常是身份证后6位，就能查到自己是不是符合2026年高龄年金新制的资格，还能看到每月具体加发多少钱，大概什么时候发这些详细信息。如果是头一回用这个在线服务，可能需要先做个实名认证，不过过程很简单，照着屏幕提示一步步操作就行，家里的孩子、孙子孙女都能帮忙弄，认证好了以后，查起来就特别方便了，动动手指就行。第二种方式是电话查询，要是长辈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或者电脑，那咱就打个电话，可以拨打相关部门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，按照电话里的语音提示操作，或者直接转人工服务，
跟工作人员报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、姓名这些基本信息，对方就会帮您在系统里查询资格状况，有什么疑问也能当场给您解答。这种方式特别适合不太接触电子设备的老人家，足不出户，一个电话就能把事情问清楚，非常省心。不过呢，要提醒大家一下，服务热线一般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1点比较繁忙，大家要是没啥急事，可以稍微错开这个高峰时段打过去，这样就不用拿着电话等太久了。第三种方式是去柜台当面查。如果长辈觉得在网上、电话里查不放心，或者确实有不少细节问题想当面问个透彻，那就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原件，去咱们当地的社保局办事处或者相关的业务服务大厅，在窗口直接办理查询。窗口的工作人员会帮您打印出一份详细的年金发放明细单，上面会清清楚楚写着您符不符合新制度资格，加发金额是多少，以前每笔钱是什么时候发的，所有疑问都可以当面问个明白。需要注意的就是，这些办事处的工作时间一般是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，周六周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是不上班的，大家要去的话可得算好时间，别白跑一趟。第四种方式叫委托查询，这主要是考虑到有些长辈可能腿脚不太方便，出不了远门，自己又不会用手机和电话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就可以委托信任的家人或者亲友帮咱去查。委托的时候需要准备3样东西：长辈本人的身份证原件，去帮忙查询的那个人的身份证原件，还有一份书面委托书。这个委托书在办事处的服务台通常有现成的表格，现场填一下就行。受托人拿着这些材料就能代替长辈办理查询业务了。查完的结果再回来告诉长辈，你看，政府把各种情况都想到了，确保每一位长辈不管行动方不方便，都能及时了解到自己的福利状况。在查询的过程中，大家可能会碰到一些常见的小问题，我在这也先给大家说说，让大家心里有个底，少走点弯路。第一个常见问题，查询的时候页面上显示资格审核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别担心，这通常是因为新制度刚开始实行，部分长辈的数据正在系统里进行最后的比对和确认，一般等个3到5个工作日就能完成。您啊，耐心等几天再查，结果就出来了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查了发现自己明明符合资格，但发现这个月发的年金还是老数目，没见多那2000块，这该咋办？这种情况可能是系统调整稍微慢了一点，或者个别数据有点小出入。您可以主动联系一下相关部门的服务热线，把您查询到的符合资格的情况跟工作人员说一下，他们会帮您核对处理的。如果真是漏发了，少给的钱会在下个月发年金的时候一次性给您补上，1分都不会少。第三个问题，这个排付审核是每年都要来一次吗？是的，这个审核是动态的，每年都会进行一次，主要是依据您上一整年的收入和财产状况来重新认定。所以啊，就算今年咱符合条件享受到了，明年也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情况有没有大变化，确保自己一直能符合条件。除了上面这些最核心的内容，这次2026年的高龄年金新制还有几个细节也值得大家留意一下。第一，年金的发放时间没有变，还是固定在每个月的某个日子发放到您的账户里，加发的这2000块钱会和您原有的那份年金合在一起，一笔钱打到卡上。您可以在发钱的日子之后去查查银行的流水或者存折，确认钱是不是到账了。第二，新制度实施后，能开始领年金的年龄，也就是请领年龄本身没有变，还是65岁。但是要注意，有些年金类型像劳保年金的请领年龄是有渐进式调整计划的，可能会慢慢往后延，所以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自己参加的是哪种年金，确认好自己最合适的办理时间，别错过了。第三，对于那些已经符合领取条件，但一直还没去办手续，开始领的长辈，我真心建议您尽快去办。因为年金的领取权利啊，它有个5年的请求权时效，要是超过了5年还没去申请，以后再想补领之前没领的，可能就不行了。千万别因为觉得不着急，怕麻烦，反而损失了自己本该享有的权益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些长辈会对年金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感兴趣。除了加发的2000块，我自己的基础部分到底有多少呢？那我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2类主要年金的计算方式，让大家心里更有数。首先是劳工保险老年年金，它的计算有2种公式，系统会自动选那个能让您领到更多钱的公式来算。第一种是
您参保期间最高的60个月的平均月工资乘您的总参保年数乘 0.775% 加3000元。第二种是您参保期间最高的60个月的平均月工资乘您的总参保年数乘 1.55%。您看，这里的关键就是您以前的工资水平和交了多长时间的保险，年资越长，当年的工资水平越高，算出来的基础年金自然就越多。然后是国民年金、老年年金，它也有2种算法，同样是择优发放。第一种是规定的月投保金额乘您的总缴费年数乘 0.65% 加3772元。不过有些特殊情况不适用这个加法。第二种是规定的月投保金额乘您的总缴费年数乘 1.3%。这里要注意，国民年金的这个月投保金额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的，每年会根据经济情况微调，您可以查查自己的缴费记录，就知道自己的投保金额和交了多久了。而这次新制度加发的2000块钱，是在上面这些基础年金算完之后额外再加上的，它完全不影响您原来基础年金的计算。说白了，您最终每个月到手的钱就等于按老办法算出来的基础年金加2000元。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，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要跟大家强调，领年金和您退不退休、继不继续干活而没有直接冲突。很多65岁以上的长辈身体硬朗，还想发挥余热，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，赚点零花钱，这完全没问题，一点也不影响您领取年金和这每月2000块的加发。只要您达到了领取年金的条件，也符合新制度的排付标准，哪怕您还在工作岗位上，每个月该给您的年金和加发都会一分不少的按时打到您的账户里。当然了，如果您继续工作，并且单位还给您交着劳工保险，那新的投保工资可能会影响您将来基础年金的计算。这个具体细节可以咨询您单位的经办人员或者社保部门，把自己的权益理清楚。另外，也有长辈关心，要是提前领了年金，会不会影响享受这个加发？这里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如果您还没到65岁就提前申请领取年金，那按照规定，领到的钱是会按比例减少的。而这次新制度的2000元加发，只专门给达到法定请领年龄，也就是65岁的长辈准备的，提前领取的人是无法享受的。反过来，如果您到了65岁不急着领，选择再晚几年领，那么每延后1年，您的基础年金部分还会按比例增发一些。同时，等您开始领的时候，这2000块的加发您也照样能享受。具体增发多少比例，可以查查相关政策。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家庭需要来选择最合适的领取时间。聊了这么多具体的政策，最后想跟大家说说心里话，谈谈这次高龄年金新制度背后的那份心意。咱们国家现在高龄长辈越来越多，大家辛苦了一辈子，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是头等大事。这次新制度的实施，不仅仅是对咱们高龄群体的一份暖心关怀，更是把国家的养老保障网织得更密、更牢靠了。通过放宽排付门槛，让福利的阳光能照到更多以前照不到的角落，通过实实在在每月加发2000元，拉高咱们长辈退休生活的质量，通过优化查询和审核流程，让好政策能踏踏实实地落到每一个需要它的人手里。这一系列的调整都体现了对咱们长辈一生奉献的认可和回报，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老人都能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，安安稳稳、踏踏实实地过个幸福晚年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也得提醒各位长辈和家人，年金的福利是咱们合法的权益，可这个权益也需要咱们自己主动去关心，及时去了解。很多长辈就是因为觉得政策复杂，怕折腾，结果错过了自己该得的福利，等到后来听别人说起，才知道有这么回事，可那时候可能已经过了能补领的时限了，多可惜啊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今天这番话之后，不光是自己赶紧去查查，也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左邻右舍，让更多符合条件的长辈都知道，都能享受到这份国家给的温暖，咱们一个也别落下。如果在查询或者办理的过程中真遇到什么问题了，千万别慌，更不要轻易相信任何陌生人的代办服务。现在社会上有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咱们长辈对政策流程不熟悉，打着帮您快速办理加发、收点手续费包您通过的旗号来骗钱。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坚决拒绝任何收费代办年金业务的行为。所有关于年金的事情，查询也好，办理也好，都必须通过我上面说的那些官方渠道进行。
遇到搞不明白的，就拨打官方的服务电话去问，这才是最稳妥的。千万要守好自己的养老钱。最后再次强调关键信息：2026年高龄年金新制已落地，65岁以上长者每月可多领2000元，排付门槛大幅放宽，预计惠及32万长者。查询方式有4种：线上、电话、柜台或委托家人办理，请选择最便捷的方式。已符合资格并领取年金的长辈无需重新申请，金额将自动调整。新符合条件的，请尽快办理手续。请注意，领取权利具有5年时效，务必及时办理。各位长辈、各位家人，我们辛勤付出了一生，安享晚年是共同的心愿。此次年金新制是国家对大家的一份实在回馈，请您抓紧时间核对资格，确认发放金额，安心领取属于自己的福利。祝愿所有长辈在国家关怀与家人陪伴下，老有所养，老有所乐，健康平安，笑容常伴，度过幸福的晚年时光。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，如有疑问，欢迎通过官方渠道咨询或给颐养晚年留言。请一定记得抓紧查询资格，别错过每月多出的2000元福利。感谢收听，下期再见。